从现在开始倒数，2026年的秋天藏着2个不会挪动的硬日程。第一个在北京，中共中央的秋季全会。按近10几年的惯例，这场闭门会议多半落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开4天，会后只给外界一纸公报。第二个在华盛顿，2026年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写在法律里，一天都不会挪。一个决定中国权力桌上谁留谁走，一个决定白宫未来2年还有多少行动能力。2个节点前后加出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姑且给它一个名字：秋决窗口。秋天做决断的窗口，而在窗口打开之前，天上先挂出2个记号。2026年8月12日，日全食全时代从北极圈一路压向冰岛和西班牙。16天之后，8月28日又轮到月食登场。16天之内，日与月各按一次。这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天象本身不决定任何事，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但在预言圈的语境里，时象历来被当成倒数开始的钟声。钟声响在8月，窗口开在10月和11月，中间隔着的就是这支影片要一格一格数过去的那段路。巧的是，就在这段时间前后，2个背景毫无交集的人把话压在了同一个月份。一位在英国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灵媒出身，经营预言网站多年，每年年底固定开直播讲来年。一位在美国布兰登牧师背景，讲的是他所说的异象。一个看灵视，一个做祷告，管道完全不同，圈子互不往来，彼此的记录里找不到引用对方的痕迹。但他们近期的说法经过整理排列之后，指向惊人的一致。11月，他们各自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偏偏是11月？这里先不给答案。这支影片会把3条时间线摊在桌上，北京的全会时间线，华盛顿的选举时间线，还有2位预言者的说法时间线，一条一条对仗。中间会穿插历史的账本，过去的全会年代，秋天出过哪些改写历史的大事？过去的期中选举年，选前的海峡和世界又发生过什么？全部用真实的公开事件对到最后，3条线会在秋天的某2个星期里叠到同一个位置。那2个星期是整张时间表上最拥挤也最危险的2周。它的具体区间放在影片最后揭晓，先把规矩说在前面。天象日期、政治日程、历史事件全部用公开资料可以查证。预言的部分一律转述，是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大意是什么，来源交代清楚，信不信各自判断。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时间线叠起来，看看重叠的地方到底有多窄。现在倒数开始，顺手先把此刻的位置标在日历上。今天往后数，距离8月12日的日全食只剩最后几个星期，距离11月3日的美国投票日大约106天。106天听起来还很宽裕，但等一下把全会惯例、天后窗口和2份预言的转述叠上去，这106天会一段一段被切掉，最后剩下的就是那14天。先摊开第1条线，北京。全会这2个字，外界常常听过就忘，但在中共的权力运作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1年里分量最重的一次聚会。200多名中央委员，100多名候补委员，全部进京关起门来开会。人事的定案，路线的定调，谁被开除，谁递补转正，都在这几天里走完最后的程序。党代会5年一次，决定的是大盘；全会1年一次上下，处理的是大盘底下每一颗棋子的挪动。要看权力桌的变化，全会比党代会更诚实，因为它处理的是正在发生的事。全会有自己的节奏，一届中央委员会惯例上要开7次全会，1中全会排班子，2中全会排政府人事，3中全会定经济路线，4中、5中、6中处理规划、党建和重大决议，7中全会替下一次党代会收尾。每一次的主题不同，但召开的季节长期高度集中，看月份直接对账。近年的记录摊开来，2019年10月28日到31日19届4中全会，2020年10月26日到29日19届5中全会审议“14·5”规划建议，2021年11月8日到11日19届6中全会
通过了党史上第3份历史决议。2025年10月20日到23日，20届四中全会审议“十五五”规划的建议，4次正常召开的全会起始日期全部压在10月20日到11月8日这条窄缝里，前后不超过20天。唯一的大例外是20届三中全会，按惯例应该在2023年秋天召开，结果一路拖到2024年7月才开，迟到大半年。当时外界议论了很久，各种解读都有，但至少说明一件事，全会的日期本身就是政治状态的温度计，准时代表内部瞧得定，迟到代表桌子底下有事。所以讲秋季全会惯例不是随口说的，10月下旬到11月初就是北京政治日历上的决断季。2026年如果按惯例再开一次全会，最可能的落点还是这条窄缝。把这条窄缝记住，它是整张时间表的第一根柱子。再摊开第二条线，华盛顿2026年11月3日期中选举，众议院435席全部改选，参议院改选约1/3，外加30几个州长。这场选举决定的是总统后2年的行动能力。历史数据很残酷，二战之后的期中选举，执政党在众议院平均要丢掉20几席，多数时候直接丢掉多数党地位。一旦国会翻盘，预算、法案、人事任命全部卡住，调查和听证反过来排山倒海，白宫提前进入所谓的跛脚鸭状态。关键在这里，期中选举前的6到8个星期是美国政治体系最分心的时段，总统在跑选举场子，内阁在替候选人站台，国会在休会拉票，媒体的头条全部向内收。外交圈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老话，大意是对手若要出手，最好挑你分心的时候。这句话后面会用历史对仗来验证，先放着。而2026年的秋天，北京的决断季和华盛顿的分心季前后脚叠在同一张日历上，这就是秋决窗口的骨架。窗口里面装了什么，要一层一层看。先从北京这一侧的信号学讲起，因为全会这种闭门会议，门虽然关住，门缝底下其实一直在漏光。读北京的政治有一套老方法，圈内人叫克里姆林宫学的中国版，核心就3个字：看异常。正常的东西没有资讯量，异常才有。第一个信号，人事。全会前的几个月通常是人事调动最密集的时段，省部级的挪位，军队将领的晋升名单，还有更引人注意的，谁突然从公开场合消失。过去2、3年，这种消失的戏码不断上演，火箭军高层整批换血，前后2任国防部长先后被开除党籍，军委高层有人长期未公开露面，最后在全会前后被官方一纸通报处理掉。这些都是公开报道过的事实，不是小道消息。每一次消失，外界都要猜上好几个星期，而答案往往拖到全会才用一句审查批准补上。全会是答案揭晓的日子。想预判2026年秋天的全会要处理谁，方法很土，但很准。看夏天谁不见了。第二个信号，喉舌的用词。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这些机构的头版和社论是写给体制内看的密码本，词频的变化比内容本身更重要。团结这个词出现的越频繁，往往代表内部越需要被喊话。斗争的密度升高，代表有人要被处理。忠诚成片出现，代表有人被怀疑不忠诚。还有更细的读法，看署名评论的笔名，看文章登在第几版，看有没有配发编者按冷战时代西方情报单位读苏联真理报，用的就是同一套方法。方法很老，但至今有效，因为列宁式政党的沟通结构几十年没有变过。第三个信号，日程本身。全会的召开日期通常提前1到2周，由政治局会议建议公布，公布的越晚，代表内部瞧得越辛苦。如果2026年秋天全会日期迟迟不出，或者公布之后又出现罕见变动，那本身就是最大的信号，比任何内容都大。第四个信号，军队的动态，将领的排名顺序，阅兵和演习场合谁出席谁缺席，军报头版对哪个战区注没。2012年是个现成的例子，那年2月，王立军闯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薄熙来案引爆，整个夏天北京的空气越绷越紧。到了秋天，
18大前夕，案子处理完毕，权力交接才走上台面。从春天的异常到秋天的清算，时间差就是大半年。这个节奏和我们现在谈的2026年结构上一模一样，夏天看异常，秋天等决断。把这4个信号记住，后面对账会用到。不过光看信号还不够，要判断秋天的全会能出多大的事，得回头翻历史的账本。中共建政以来，全会前后出过哪些改写历史的大事？翻开来会发现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律：这个体制最剧烈的权力震荡，多数不是发生在敲锣打鼓的党代会，而是发生在全会前后的那几个星期。第一笔账，1959年，庐山。那年夏天，8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本来的议程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往回收。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讲了真话，结果风向一夜翻转，纠左变成反右倾，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军队随即大清洗，大跃进非但没有收，反而加码。一封信，一次全会，改写了此后20年的路线，也间接放大了接下来3年的灾难。这笔账告诉我们一件事：全会的议程，开门前和关门后可以完全是两回事。进场的时候是纠偏会，散场的时候是批斗会。第二笔账，1962年9月，8届十中全会。这次会上，毛泽东留下那句著名的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这一句，把2年后的社教运动、4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全部埋好了引线。注意月份，9月，秋天。一句会议讲话，10几亿人的命运跟着转弯。第三笔账，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表面上是一篇剧评，实际上是文革的第一发信号弹。北京的报纸压了将近20天不敢转载，最后顶不住压力照登。半年后，文革全面爆发，又是秋天，又是一个从纸面上开始的地震。第四笔账，1971年9月13日，林彪党章上白纸黑字写明的接班人搭机出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913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整个被清洗，中国政治的权力桌被掀翻重摆，官方媒体沉默了好几个星期才找到说法。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全会会场，但他直接把原定的议程全部改写。注意，还是9月，还是秋天。第五笔账，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到1个月，华国锋联手叶剑英，在中南海一夜之间抓捕4人帮。政变式的权力交接，从行动开始到结束，前后大约1个小时，4个政治局委员1个晚上全部拿下。10月还是秋天。第六笔账，性质不同，但分量最重。1978年12月，11届3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全会前后完成路线翻转，改革开放从这里起算。中国此后40年的走向，是在一个冬天来临前的全会上定下来的，往好的方向转，也挑在同一个季节。6笔账摆在一起，规律很清楚。从9月到12月，秋冬之交是这个体制历史上出大事密度最高的时段，原因并不神秘，甚至写在这个体制的作息表里。每年夏天，北京的高层循例移往北戴河，退休元老和现任领导在海边碰头。这段时间没有公开会议，没有公报，却是各方摸底、交换条件的季节。北戴河谈不拢的，带回北京；带回北京的，最后都要在秋天的全会上走完程序，见个分晓。换句话说，夏天是酝酿，秋天是摊牌，这是几十年不变的政治节气。全会要开，人要进京，议程要定，权力要重新分配，所有累积了1年的矛盾被压缩到同一个时间点引爆。秋决窗口这4个字不是修辞，是统计。这里再补一小段天上的账当作书签。1914年8月，欧洲各国相继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开打。就在同一个月，8月21日，一场日全食横过东欧，时代底下正是即将变成战场的土地。1941年9月21日，另一场日全食横贯中国腹地。当时中日战争已打了4年，各地都有人抬头看太阳缺角。3个月后，
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先讲清楚，天象和战争之间没有任何可以验证的因果。日食的轨道1000年前就能算出来，它不挑人间的日子。但反过来看，正因为它完全不挑日子，当它恰好落在历史转折的月份，人们才会记住那个画面。2026年8月12日的那场日全食，会不会也变成某段历史的书签？这正是接下来2位预言者被人反复讨论的原因。而2026年的秋天，这个窗口的另一头还多了一个历届全会都没有的变数。太平洋对岸有一场会让华盛顿自顾不暇的选举。更巧的是，有2个人早在窗口打开之前就把手指按在了11月上。接下来把他们的说法摊开来对。先说英国这一位，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灵媒，经营预言网站和影音频道超过10年，出过书，开过课，每年年底固定开直播，发布来年的世界预测，内容从政局、经济一路讲到天灾。他的作业方式，用他自己的讲法，是零式搭配对时事的长期观察。也就是说，他自己并不否认他的预言里掺着新闻判读的成分，这一点先记下来，等一下对账有用。在预言圈，他的成名作是2件事。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前，他提前讲中了结果的方向。同一年，美国大选之前，他又讲中了川普当选。当时多数民调和主流评论压的都是另外一边，所以这2发命中，让他的年度直播从小众兴趣变成了大众话题。媒体开始引用他，订阅数跳了1个量级。但要对账，就得把成绩单2面都翻开。帕克说错的也不少，他预测过某些年份的重大天灾，时间到了没有发生。他点过名的某些政治人物动向，后来走向完全相反。还有一些说法，用词模糊到事后怎么解释都通，这种只能算无效样本，不能算命中。批评者的讲法很直接，这是霰弹枪打靶，一年讲几十条，总有几条中中的被反复传送，错的没人回头数。支持者的讲法是，重点不在命中率，在命中的那几发是不是事前讲死，讲得够具体。脱欧和川普那2发，时间戳在前，结果在后，这是查得到的。2种说法都摆在桌上，先不裁决，我们的做法始终一样，留存时间戳，事后回来对。这里顺便把本频道对账的3条标准交代清楚，因为接下来2位的说法都要过这道筛子。第一条，具体性。一条预言要么给出时间，要么给出地点，要么给出可辨认的事件形态，3样全无的不列入对账，因为永远无法判定对错。第2条，时间戳。说法必须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有公开记录、直播存档、影片上传时间、文章发布日期，缺这个的一律当事后诸葛处理。第3条，可反驳性，必须存在一种结果能证明这条预言是错的。如果怎么发展都能解释成命中，那不是预言，是话术。用这3条去筛，帕克的记录里，脱欧和川普那2发是过得了筛子的，他那些模糊的年度饭坛多数过不了。这个筛法对他不算客气，对谁都一样。回到2026年，根据本频道对他公开直播内容的整理，帕克在近期的直播中多次提到下半年的东亚局势，大意是他看到台湾海峡周边的紧张在秋天之后明显升高。他不止一次用接近年底、11月前后这样的时间描述。他还提到，这波紧张和中国内部的权力状态有关，大意是内部越不稳，向外的动作就越大。他也讲到美国，大意是那段时间的美国会被自己的政治撕扯缠住，反应会慢半拍。必须再强调一次，以上是转述，是他直播里的说法，不是新闻报道，更不是已经预定的事实。比内容更值得记录的是他说法的演变轨迹。往前翻他早几年的直播，谈中国的部分多半聚焦在经济放缓和天灾。从某一场直播开始，画风明显转向军事和领导层，时间描述也在收敛，先是泛泛的未来几年，后来是2026年，再后来收敛到秋冬11月前后。一个预言者的用词从宽变窄，只有2种解释，要么他看到的画面变清楚了，要么他跟着新闻的温度在调整，哪一种都好。这条收敛的轨迹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记录。
一个英国灵媒的说法孤证不立，如果只有帕克一个人讲11月，这支影片不会成立。关键在于大洋另一头有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管道完全不同的人，把时间指向了同一个月份。布兰登，美国人，牧师背景，全名布兰登·比格斯。他不看牌，不通灵，他的框架是基督教传统里的意象，祷告中看见的画面。他原本只是美国福音派圈子里一个不算太有名的传道人，让他被全世界讨论的是2024年的一段影片。那年3月，他在一个访谈节目里提到，大意是川普会遭遇一次刺杀未遂，子弹会擦过他的耳朵，他会活下来，之后声势反而更旺。4个月后，2024年7月13日，宾州巴特勒的造市场上枪声响起，川普捂住右耳倒下，又站起来挥拳。那段3月的访谈影片被翻出来，浏览量在几天内暴增，连不信这一套的媒体都跑去查影片的上传时间。查证的结果是公开的，影片上传在前，事件发生在后，时间顺序成立。至于这算预知还是巧合，各方吵到今天，我们不下结论，只记录时间戳。同样地，对仗要对两面。布兰登的其他说法有些没有应验，有些时间点讲得不准，有些用词宽泛到难以检验。他谈过经济动荡，谈过天灾，谈过美国社会的撕裂，其中有讲中的，也有到期未兑现的。他自己圈子里的人也承认，意象最难拿捏的就是时间，画面可能是真的，挂在哪一年是另一回事。所以他的记录和帕克一样，有正中，有落空，不是神谕，是一份需要打折看待，但因为那一发太准而无法直接丢掉的参考资料。接下来是重点，根据本频道对他近期受访和影片内容的整理，布兰登多次谈到东亚，大意是他看到的画面和海峡和船舰的对峙有关。他描述过一种箭在弦上的态势，他给的时间感落在选举前后。注意，对一个美国牧师和他的美国听众来说，选举这2个字在2026年只有一个坐标，11月3日的期中选举。他还提到，大意是那段时间的美国会因为内部的事情自顾不暇，反应迟缓。这个讲法和帕克那句反应会慢半拍，内容几乎重叠，而二人使用的语言，面对的听众，发布的平台完全不同。对布兰登，反方还有一个更技术性的质疑，必须诚实列出翻译与剪辑。它的原始内容是英文，长度动辄1-2个小时流到中文圈的，多半是几分钟的剪辑片段，再配上翻译。剪辑就有选择，翻译就有落差。一句时间感模糊的话，剪一剪，译一译，可能就变成语气笃定的宣告。这个质疑完全成立，所以本频道的处理方式是只转述他在原始长篇里反复出现、跨越不同场合都讲过的内容，单一片段里孤立出现的惊人之语不采用。反复出现的那部分就是前面讲的海峡、船舰、选举前后、美国自顾不暇，这几个元素是多次出现的骨干，不是剪出来的花边。现在把2份转述并排，帕克，英国，灵媒框架，说法一路收敛到11月前后。布兰登，美国，牧师框架，时间感落在选举前后，也就是11月。2人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体系、不同受众，公开记录里互不引用、互不认识，2条完全独立的线压在同一个月份。统计上，这当然可以是巧合，全世界讲预言的人成千上万，总有2个人撞在同一格。这个反驳成立，必须诚实地放在桌上。但同样要放在桌上的是，这2位不是随机抽出来的路人，是各自留下过查得到的命中记录，被反复检验过的2个名字。2条有前科的独立来源指向同一格日期，在对账的桌上，至少值得把那一格用红笔圈起来。而当我们把红笔圈起来的11月放回政治日历，事情开始变得具体，因为11月不是普通的月份，它是期中选举的月份，而历史上期中选举前的秋天恰恰是大国最爱出手的时段。第2轮历史对账对的就是这笔。翻开美国期中选举的历史，有一个模式反复出现，选前的6到8个星期，国际危机的发生率高的反常。举5笔最硬的账。第一笔1950年
那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美军在朝鲜半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美国的期中选举是1950年11月7日，参战的消息传开时，美国正处在投票前的最后2周，杜鲁门政府一边数选票，一边重新评估整场战争。出手的时间掐在对手最忙乱的当口。第2笔，1954年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2个月后，11月2日，美国期中选举，艾森豪政府一边处理选举，一边处理海峡，最后在12月和台北签下共同防御条约，炮声和选票前后只隔60天。第3笔，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开打，44天里几十万发炮弹砸在金门群岛。那年的美国期中选举是11月4日，823开打的时间点距离美国投票日大约10个星期。毛泽东后来自己讲过，炮击金门有测试美国反应的用意，测试什么时候做最准，对手分心的时候。第4笔，最惊险的一笔，1962年10月16日，甘乃迪看到 U-2 侦察机拍下的古巴飞弹阵地照片，古巴飞弹危机开场。10月28日，赫鲁雪夫宣布撤弹，危机落幕。而美国期中选举的投票日是11月6日，人类距离核战最近的13天就紧贴在期中选举前面，像是被人刻意塞进那条缝里。事后解密的史料显示，选举时程确实影响了白宫处理危机的节奏和公开的口径。第5笔，离现在最近，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解放军隔天发动围台军演，飞弹第一次飞越台北上空，海峡中线从此形同作废。而2022年正是美国的期中选举年，投票日11月8日，访台、军演、选举全部挤在同一个秋天。这一笔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北京把裴洛西访台定性为挑衅，顺势把军演常态化。换句话说，期中选举年的秋天，连台北和华盛顿自己的政治动作都会变成对岸升级的理由。5笔账横跨70年，同一个模式，期中选举前的秋天，要么对手出手，要么危机升级。美国一边投票一边救火，这不是预言，这是档案。美国政治圈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10月惊奇，指选前最后几周突然冒出来，足以翻转选情的大事件。这个词原本说的是国内的政治操作，但翻开上面那5笔账就知道，真正分量最重的10月惊奇往往来自国境之外。对手国家的参谋部门跟美国的选战幕僚一样，日历上都圈住同一个日子。再看2026年这场选举本身的结构，众议院435席全改选，参院改选约1/3。如果执政党输掉国会，白宫后2年基本上只剩外交和行政命令可用，内政议程等于归零。而历史上跛脚鸭状态的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反而更敢动，因为国内已经没什么可输的。这个结构，北京的智库看得懂，华盛顿的智库也看得懂。预言者不需要看懂这些，但预言和政治分析2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指向同一个结论。11月前后是美国体系最忙乱、最难预测的时刻。选举的变数讲完了，3条时间线现在只剩最后一块拼图。台海本身，窗口开在秋天，那秋天的海峡实际条件到底如何？这一块讲的是最物理、最无法作假的部分。先讲军演的惯例，近几年的模式已经固定，每逢和台湾有关的敏感时点，解放军必有大动作，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2022年8月围台军演之后，环台演习成为常态，代号一路排下去，联合利剑系列一场接一场。2024年1年之内就演了不止一次。到了2025年，又出现海峡雷霆这一类新代号，演习的名目从侦巡、警戒一路升级到查验、扣船的科目。军事分析圈普遍的判读是，这些演习在演练的不是登陆，是风控。不打先围，把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切成几块，演练怎么堵住航道，怎么拦查船只，怎么把外援隔在第一岛链之外。这里再补一笔离台湾最近的历史账，1995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1995年夏天，
李登辉访美之后，解放军7月在彭佳屿外海试射飞弹。到了秋天，8月和11月又接连举行飞弹射击和2期登陆演习，一路演到冬天。隔年1996年3月，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前夕，飞弹直接落在基隆和高雄外海。美国调动2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周边海域，是越战之后美军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兵力展示。注意那次危机的节奏，夏天出事，秋天升级演习，隔年选举前摊牌，压力不是一天到位的，是沿着季节一阶一阶叠上去的。如果2026年下半年的海峡也要升温，最可能的形态不是晴天霹雳，而是这种阶梯式的节奏。而阶梯的第一阶通常就藏在8月和9月的演习公告里。风控式演习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是一个技术细节，风控演习和真正封锁的前48小时，从外面看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同样的兵力集结，同样的航行警告，同样的禁航区公告，差别只在演习有结束日期，封锁没有。所以军事观察者盯的从来不是演习本身，而是2个指标：这次演习有没有事先宣布结束时间，参演兵力撤回去了没有。只要有一次演习不宣布结束日期，或者演完不撤，性质就变了。这是秋决窗口里第一个要盯住的仪表。再讲天后，台湾海峡的军事天后窗口，公开的军事研究讲了几十年，结论很一致：1年2段，4月前后一段，10月前后一段，夏天有台风，一个接一个，大编队海上集结的风险太高。11月中之后，东北季风全面接管，海峡浪高动辄3公尺以上，2栖载具根本放不下去，一直要锁到隔年3月，所以纯看海象。下半年若要有大规模海上行动，10月是唯一的风，最迟拖到11月上旬，之后窗口就物理性关闭。天后的窗，政治的窗，选举的窗，3扇窗，同一个秋天。这不是谁的预言，这是季风的时刻表，10000年不变的那种。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海底电缆。台湾对外的网络通讯绝大多数走10几条海底缆线，过去几年离岛缆线被切断的事件反复发生。2023年2月，马祖对外的2条海缆在几天之内先后被弄断，马祖居民过了50几天靠微波备援的日子。之后几年，台湾周边的断缆和可疑船只事件频率明显升高，官方定调多半是拖网或锚链意外，但涉事船只的轨迹不少都被媒体追出问题。军事研究者提醒过很多次，断缆是风控剧本的标准第一步，因为它便宜，可否认，又能测试对方的修复速度和心理反应。所以在秋决窗口里，如果断缆事件的频率异常升高，那不是新闻里的杂讯，那是仪表板上第2盏警示灯。军演、天后、缆线，这是海峡这一侧的3件事实，它们单独存在的时候都只是背景值，但把它们放回前面摊开的时间线里，背景值就变成了倒数的刻度。好，3条时间线都摊开了，北京的全会线，华盛顿的选举线，2位预言者的说法线，底下还垫着天后和军演的现实线。现在把它们叠起来，揭晓的时刻到了。把2026年的日历放大，聚焦在10月和11月。第一层，全会惯例，前面对过账，近4次正常召开的全会，起始日期全部落在10月20日到11月8日之间。如果2026年的全会按惯例召开，会期大概率压在这条带子里。全会前1到2周，政治局会议公布日期；全会期间，人事案走完程序；全会之后几天，公报和通报出炉。整个政治动作最密集的区间就是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这是第1条带。第2层，期中选举，11月3日投票。选前2周，美国政治体系的注意力最涣散，所有部门都在等选举结果。选后2周，如果国会翻盘，华盛顿进入权力重组的认知混乱期，旧多数党在清点损失，新多数党还没接手，把这段画出来，大约从10月20日拉到11月17日，这是第2条带。第3层，预言的转述，帕克的时间描述接近年底，11月前后，布兰登的时间感，选举前后，2条线都照在同一段上，这是第3条带。第4层，物理条件，海峡的秋季行动窗口，10月开
11月上旬关，这是垫在最底下的那条带，4层叠完，重叠最深的区间浮出来了。10月的最后一周到11月的第1周，前后大约14天，全会的惯例会期在里面，其中选举的投票日在正中央，2位预言者的手指按在上面，海峡的天后窗口在这里收口，这就是开头承诺要揭晓的答案。整张时间表上最拥挤的2周，从10月下旬的某一天到11月上旬的某一天，4条带子叠在同14天里。为什么偏偏是这14天，而不是更早或更晚？把两边的视角各讲一句就懂了。从北京的视角看，全会之前内部的牌还没洗完，谁也不敢在外面开新战线。全会之后，人事底定，路线定调，对外动作才有内部授权。而天后窗口偏偏在11月上旬收口，等于全会一散场，能动手的日子只剩下短短1节。从华盛顿的视角看，投票日之前，白宫不敢冒险，任何危机处理失当都会直接反映在选票上。投票日之后，若国会翻盘，行政部门忙着止血，反应速度最慢。两边的政治力学，一个在这14天里刚拿到授权，一个在这14天里最没有余力。窄缝不是画出来的，是两边的制度自己挤出来的。而从8月28日那场月食算起，到这段窄缝的终点11月3日，差不多是67天。从石像的钟声到窗口的正中央，2个多月。这就是标题里那句倒数2个月的由来。当然，叠出一个区间不等于那个区间里一定出事，把话讲死就不是对账，是算命。所以最后一段用推演收尾，秋决窗口的14天，有3种可能的收场剧本。剧本1，冷处理，几率最高，全会如期召开，公报4平8稳，人事微调，该处理的名字用一句程序性的话带过。期中选举正常举行，某一党输掉国会，华盛顿照常吵成一团，但只是吵。海峡有军演，规模不小，演完宣布结束，兵力撤回，预言落空，或者说预言里的紧张只兑现成新闻头条里的几天热度。历史上大多数的秋天最后都是这样过去的。如果是这个剧本，这支影片的价值是留下一份时间戳完整的对账记录，等下一个窗口再拿出来用。剧本2，灰色升级，几率中等，也最难察觉。窗口里出现连环的小动作，断缆事件便秘，可疑船只在缆线上方徘徊，某几天无人机和军机的架次刷新记录，某一场演习公告了开始，却迟迟不公告结束，外岛的补给航班和货船被要求配合查验，每一步单独看都构不成开战的门槛，每一步都留着意外和误会的否认空间，但叠起来，现状已经被推着走了一大段。这个剧本的辨识方法就是前面给过的那几个仪表：演习的结束日期、兵力撤收、缆线事件频率、全会日程是否准时。仪表有2个以上同时亮灯，就要按剧本2来理解。剧本3，硬事件，几率最低，代价最大。形态不见得是教科书式的登陆，更可能是一次处理不当的意外，军机擦撞、舰艇对峙、升级失控，或者北京内部的权力震荡外溢成对外的冒险。历史对仗在这里给过教训，1971年的913、1976年的10月都证明这个体制内部出大事的时候，外界事前几乎毫无预警，事后很久才拿到说法。如果全会日期异常，喉舌用词异常，将领路面异常，3个异常叠加，剧本3的几率就不再是背景值。3种剧本之外，还有一个旁证仪表，来自最不讲情面的地方，市场。历史经验显示，地缘风险真正升高的时候，最先反应的往往不是新闻，而是价格。船舶的战争险保费，绕开海峡的改道航线，台股和新台币的波动，半导体客户的库存拉货节奏。2022年8月那一轮军演前后，航运和保险市场的反应都留有公开记录可查，所以进入10月之后，如果新闻还很平静，价格却先动了，宁可相信价格。前笔画诚实，3种剧本共用同一段倒数，差别只在仪表板上亮几盏灯，所以最后把整支影片讲过的仪表收成一张5盏灯的清单，
方便接下来的3个多月逐一核对。第一盏灯，全会日程。政治局会议公布全会日期的时间点，准时公布，日期落在惯例窄缝里，灯是绿的，迟迟不公布，或公布后出现变动，灯转红。第二盏灯，人事异常。全会前的夏秋2季，有没有将领或政治局层级的人物长期消失，缺席重要场合，消失的层级越高，时间越长，灯越红。第三盏灯，喉舌词频，团结、斗争、忠诚这几个词在党媒头版的密度陡升，灯转红。第四盏灯，演习形态。秋季的环台演习有没有事先公告结束时间？演后兵力有没有如期撤收？不公告，不撤收，这盏灯直接跳红。第五盏灯，缆线与航道。台湾周边的断缆事件频率，可疑船只在缆线上方的徘徊记录，航商有没有开始改道加价？3项有2项异常，灯转红。五盏灯全绿，就是剧本1秋天平安过去，亮2盏进入剧本2的判读区，3盏以上同时转红，而且时间落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那14天里，那就是本片开头承诺要指认的时刻。秋决窗口真的开了。最后把这支影片的账本收拢。第一，秋决窗口是真实存在的结构，不靠任何预言成立。中共全会惯例压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近4次正常召开的全会全部落在10月20日到11月8日之间。美国期中选举固定在2026年11月3日，两者加出的重叠带前后大约14天。第二，历史对仗显示，这个体制的重大震荡偏爱秋天。1959庐山，1962十中全会，1965姚文元的文章，1971、1913、1976年10月，1978三中全会，而美国期中选举前的秋天，1950、1954、1958、1962、2022 5度出现参战、炮战、飞弹危机或围台军演，两边的档案指向同一个季节。第三，帕克与布兰登，一个灵媒，一个牧师，2条互不相识的线，说法经转述整理后，同指11月，预言可以不信，2条独立来源的重合，值得记录在案。第四，物理条件收口，海峡的秋季行动窗口10月开，11月上旬关断缆与不宣布结束的演习，是仪表板上最该盯住的2盏灯。窗口会不会真的开？没有人能保证，3种剧本里几率最高的始终是冷处理。但日历不会说谎，从2026年8月12日的日全食，到8月28日的月食，再到10月下旬与11月上旬那拥挤的14天，下半年的每一步都走在倒数声里。账已经摆在桌上，时间会自己来对。有3套完全不同的预言系统，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商量过，却在同一个方向上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一位来自西方的灵媒帕克，一本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古老预言奇书，还有一套以一个甲子为周期的结束推算。这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最后竟然交织在了一起，汇聚成了一句让很多人都不敢轻易说出口的话。他们说，那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体，有可能在不算遥远的将来不复存在。中国或许会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联邦制，香港可能重新拥有它自己的面孔，而上海与广东这2块中国最富庶、最开放的土地，会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荒唐？一个延续了70多年的庞大政权，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怎么可能说分就分？别急着下结论，今天我们不站队，不喊口号，我们只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就是把这3个预言一层一层剥开来看，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又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感到不安。因为当你真正听完，你会发现这件事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也耐人寻味得多。我们先从那位西方灵媒帕克说起。在帕克最近这几年的预测里，关于中国的部分几乎是他讲的最多也最坚定的一块。他反复强调一个画面，他说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
在巨大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走向解体。请注意他用的这个词，解体，不是被谁打败，不是被外敌攻陷，而是从内部开始，一块一块地松动、剥离，最后分崩离析。他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中国不会永远是那条喷着蒸汽、轰隆向前的钢铁巨龙，总有一天，它会向内塌陷，碎裂成若干个更小的部分。为了让我们更能体会帕克这个判断的分量，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那个庞大的苏联究竟是怎么倒下的。苏联的解体并不是被外国军队用炮火轰开的，在它崩溃的前夕，它依然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核武库、最辽阔的疆域和一支让整个西方都为之忌惮的红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从内部一块一块地碎裂开来。经济的长期停滞，财政的不堪重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日益离心的情绪，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逐渐空心化，这些力量彼此叠加，最终在1991年让这个超级大国轰然解体，分裂成了10几个独立的国家。帕克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模式。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悄悄积累着某些和当年苏联相似的内部张力。当然，中国和苏联有着太多本质上的不同，这种类比是否真的成立，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争议。但帕克之所以反复提起苏联，他想强调的恰恰是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碎裂之后呢？帕克并没有把画面停在这个略显灰暗的地方，恰恰相反，他描绘了一个他认为相当光明的未来。他说，在旧的结构崩解之后，一个由若干个民主地区组成的松散联邦，或者说邦联，将会慢慢成型。而支撑这个新中国的精神内核，不是别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念。他说，未来的中国会诞生出一种全新的、带有东方色彩的民主资本主义，它的根就深深扎在三民主义的土壤里。他甚至认为，这个脱胎换骨的新中国不仅会给中国人自己带来希望，还会反过来影响并启发世界上其他的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试着把帕克描绘的这幅画面落到更具体的地面上，它大概会是这样一种轮廓。原本那个高度集中，所有重大决策都从一个中心发出的庞大结构，会慢慢松开它紧握的拳头，取而代之的是若干个各自拥有相当自主权的地区，他们也许各自打理自己的经济，各自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再透过某种松散的协商机制连结成一个整体。说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这实在太过遥远，但别忘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多元的庞大存在。从说着粤语的岭南，到操着吴侬软语的江南，再到广袤的西部与辽阔的东北，这片土地上的语言、饮食、气候，乃至人们的性格与生活方式，本来就千差万别。沿海那些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与内陆某些偏远闭塞的乡村之间，那种发展程度的鸿沟，有时甚至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帕克所看到的，或许正是这种潜藏在内部的多元性，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之下，被重新放大、重新浮现出来的可能。而且请特别注意，这幅裂解与重组的画面，几乎每一年都会在他年底发布的世界预测里反复出现。对他而言，这并不是某一次灵光乍现的孤立念头，而是一个在他脑海里盘旋了许多年、挥之不去的固定意象。正因为他如此固执的反复浮现，才更值得我们停下脚步，认真的掂量一番。说到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帕克本人提起过好几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许多年以前，孙中山先生的一位后人曾经专程找到他的妻子珍，请他做过一次灵视解读。正是从那一次接触开始，帕克说，他对中国未来的某种画面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感应。当然，这种说法你信也好，存疑也好，都很正常。但你不得不承认，当一位西方的预言家把中国的未来和孙中山这个名字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待会儿讲到第3个预言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孙中山这3个字是怎样像一条看不见的暗线，把这3套完全不同的预言悄悄缝在了一起。
除了联邦和民主，帕克还补充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他说，西藏在未来会成为一片独立的精神净土。他甚至用了精神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很浪漫的说法，意思是说，那里将不再是与世隔绝的禁地，而会变成一座照亮全世界的精神灯塔。在他的描绘里，这场巨大的转变并不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浩劫，而更像是一次破茧成蝶的新生。那么问题来了，帕克的话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平心而论，我们得实事求是，帕克确实有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命中。他曾经说中过英国女王离世的时间，说中过特朗普的当选，也对一些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做出过提前的提示。这些是他的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战绩。但是我们也必须诚实地指出另外一面，帕克关于中国的预言在具体的时间点上其实一直在变动。他早些年曾经暗示过某个更早的年份，后来又把目光投向了更靠后的时段，甚至把可能性放到了2028年前后。换句话说，他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大的方向，一种趋势，但具体是哪一年，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连他自己都在不断修正。所以我们听帕克听的应该是那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而不是某一个被钉死的精确日期。把这一点先记在心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预言，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结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推背图。推背图相传是唐朝初年的两位高人袁天罡和李淳风所著，被很多人尊奉为中国历史上最玄妙也最受推崇的一部预言奇书。它一共60项，据说从唐朝一路预言到遥远的未来，历朝历代，每当天下将有大变，总会有人翻出推背图，对着那些晦涩的谶语和宋词反复推敲，试图从中窥见一丝天机。事实上，正因为这部奇书实在太过玄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对它几乎都抱着一种又敬又怕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每逢乱世，总有人想从中寻找改朝换代的天机；另一方面，当权者又生怕这些谶语会动摇人心，蛊惑百姓。于是，从唐宋一直到明清，推背图屡屡被官府列为禁书，三令五申，严禁民间私自抄录与流传。据说当年甚至有皇帝故意命人打乱他原本的次序，再掺入大量真假难辨的版本，让他在民间越传越乱，好借此削弱他的影响力。可越是禁，他就越是顽强的流传，反而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一代又一代悄悄地传到了我们今天的手里。光是这一份历经千年而不绝的生命力，就足以说明这部书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要读懂推背图看待中国命运的眼光，我们得先记住清代才子金圣叹在批注里写下的一句话。他说：九分必合，九合必分，理数然也。这短短的10个字，几乎道尽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呼吸节奏。分久了会合，合久了会分。这在金圣叹看来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天道的规律。你看，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到秦汉的大一统，再到魏晋南北朝的再次撕裂，然后是隋唐的重新缝合，5代十国又散，宋元明清又聚。中国这片土地就在这一张一弛、一分一合之间走过了它漫长的岁月。那么如果这个规律到今天还在继续，我们眼下所处的这个长久的大一统会不会也正悄悄地走到了它的某一个拐点？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推背图里几个被后人反复讨论的项。最受关注的是第44项。这一项的宋词里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叫做否极泰来九国春。否极泰来意思是坏到了极点就会转好，这本是个吉兆，但真正让解读者们争论不休的是后面那3个字九国春。九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派解读认为，这个九并不是确指9个，而是泛指多个，它描绘的是一幅多个地区多个自治单元并立共存，各自迎来春天的繁荣景象。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一项隐隐指向的正是一个不再由单一中心牢牢攥紧，而是多元并立的未来中国。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项还反复提到一位圣人的出现，说中国而今有圣人，仿佛在预告，当旧的秩序崩解之后，会有一位德行深厚的人物顺应天命。
登上历史的舞台。顺着这条线往下看，第52项又给出了另一个画面。这一项的宋词里有一句乾坤再造再脚抗，乾坤再造这4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你细细体会一下，他说的不是修修补补，不是寻常的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而是天地被重新缔造，是一次彻底的根本性的重生。而脚抗是中国古代星宿系统里的2个方位。解读者们认为，这是在用天象的语言标记那个天地重生的时间窗口。在这些人的眼中，这不是一次政权的更替，而是一个时代的整体翻篇。再往后，第53项的画面就更具体了。他说，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修命。关中指的是今天陕西一带的那片土地，自古就被人称为800里秦川。很多解读者相信，这一项预言的是，在旧政权落幕之后，一位来自关中的新领导者将会登上舞台。而这个人的形象被描绘得相当正面，礼贤下士，谦虚开明，求贤若渴，顺应天命而行。换句话说，推背图描绘的那个过渡之后的中国，并不是一片废墟，而是一个由贤明之人引领，重新走向安定的新局面。把这几项连起来读，你会发现推背图透露出的是一条相当清晰的故事线，一个长久的结构走到尽头，一场乾坤再造般的巨变降临，多元的地区格局浮现，然后一位开明的新领袖登场，天下重归安宁。这条故事线和帕克所描绘的那个从解体到民主联邦的画面，是不是有一种隔着1000多年遥遥相望的奇妙味道？2个身处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讲述者，竟然描绘出了如此相似的轮廓，这本身就足够让人深思。而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些，会发现这种在大变局的尽头会有一位救世圣人降临的想象，几乎是横跨了所有伟大文明的共同母题。在许多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传统里，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当世界陷入最深的黑暗与混乱之时，总会有一位带着光明的人物适时出现，拨乱反正，开创一个全新的太平盛世。推背图里那位顺天应命的圣人，帕克口中那个带领中国走向新生的领导者，乃至于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预言里，那一个又一个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仿佛都在诉说着人类内心深处同一种古老的渴望。为什么天南地北素未谋面的人们会在这一点上如此惊人地一致？也许这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物种共有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每当身处乱世，每当看不清前路，人们就会本能地去呼唤一位能够收拾残局、重建秩序的救世者。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预言与其说是在描述未来，不如说是在映照人心。他们照见的是人类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那一份既恐惧又期盼的复杂心情。当然，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提醒我们所有人，推背图的解读从来都是事后诸葛亮最容易，事前则人言人殊。同样的一项，不同的人能读出截然相反的意思。历史上太多人试图用它来预测当下，结果往往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硬往那些谶语上去套。所以推背图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对历史节奏的那份洞察，在于它的意象和气韵，而不在于它能不能精确到某年某月。我们欣赏它，但不必把它当成一张板上钉钉的时刻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第3个预言，这一个可能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这就是赤马红羊节。什么是赤马红羊？这要从我们中国古老的干支纪年说起。我们的老祖宗用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相互搭配，60年循环一轮，这就是一个甲子。在这个循环里，每隔60年就会遇到一次丙午年，以及紧接着它的丁未年。天干里的丙和丁都属火，火是赤红色的。地支里的午对应的生肖是马，未对应的生肖是羊，于是丙午年就被叫做赤马年，丁未年就被叫做红羊年。而我们此刻正身处的这个2026年，恰恰就是丙午赤马年，再过几个月就要到来的2027年，正是丁未红羊年。这个以60年为一轮的甲子，在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计数单位，
它更像是一种用来衡量历史与人生的特殊尺度。一个甲子，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垂垂老矣的完整一生，也差不多正好是3代人交替更迭的漫长跨度。古人之所以如此看重一个甲子的轮回，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许多兴衰治乱的深层道理，唯有把时间拉长到这样的尺度之上，才能够真正看得清楚。而丙午与丁未这2个年份，恰恰就是在这60年的大循环里被反复标记出来的2个特殊节点。那么，为什么这2个年份会被冠上一个沉甸甸的节字呢？这就要提到一位南宋的学者柴望。柴望生活的年代正是蒙古铁骑大军压境，南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忧心如焚，闭门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另类的事情。他像一位古代的数据分析师一样，把从战国一直到5代，横跨上千年里所有的丙午年和丁未年全部翻找了出来，一个一个的去核对，看看那些年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把研究的成果写成了一本奇书，叫做《丙丁归鉴》。柴望的发现足以让任何一个读史的人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统计的那21轮丙午丁未年里，竟然密集地发生过数十件足以撼动天下的大事，改朝换代、外族入侵、弑君夺位、大规模的叛乱，几乎没有哪一轮是平平静静度过的。他由此推论，丙丁属火，午未又带着燥土的性质，火性猛烈，容易引发纷争，土性厚重，容易积累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往往就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更容易在这种极端的能量场里崩解，而人心也更容易在这个时候走向极端。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必须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柴望的这套统计其实隐藏着一个不太容易被察觉的陷阱，那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几乎每一个年份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一些灾祸与动荡。当我们刻意只去挑选那些丙午与丁未的年份，在专门盯着那些年里发生的坏事看时，自然很容易就得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可反过来，那些同样风平浪静的丙午丁未年，那些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的太平岁月，却很容易被我们选择性的忽略掉。所以，赤马红羊节到底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天道规律，还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心理建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去辨析的问题。我把这层道理先摆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它，而是希望我们在面对任何一种看似神准的预言时，都能多保留一分独立判断的余地。光说理论，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我们来看几个活生生的历史例子，你就知道这个节字到底有多重。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北宋的灭亡。1126年正是丙午赤马年，金兵第一次大举南下，包围了北宋的都城，逼着宋朝割地赔款求和。紧接着的第2年1127年，丁未红阳年，金兵卷土重来，攻破了京城，把宋徽宗和宋钦宗2位皇帝连同宫里几千名宗室和女眷统统掳掠到了北方。一个曾经繁华无比的王朝，就在这一个赤马一个红阳的短短2年之间轰然倒塌，史称靖康之变。那是一场让后世读来都觉得无比屈辱的亡国之祸。再往近处看，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一轮丙午丁未是从1966年开始的。那2年发生了什么？但凡对中国当代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一场持续了10年，深刻改变了整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巨大动荡，恰恰就在那个丙午赤马年揭开了它的第1页，又在随后的丁未红阳年里迅速烧向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历史的这种巧合不能不让人感到一阵寒意。如果我们再把目光往回推一推，会发现上一个丁未红阳年同样不太平。那是1907年，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就在那1年前后，各地反抗清廷的起义此起彼伏，一场接着一场，整个帝国就像一座四处冒烟，随时都可能倾塌的老旧房屋。而就在这个红阳年刚刚过去不久，到了第2年，也就是1908年，统治这个庞大帝国长达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以及那位始终被他牢牢压制的光绪皇帝，竟然在短短1天之内先后撒手人寰。一个王朝的2位最高权力人物几乎同时离世，
整个帝国的权力中枢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又过了短短3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终于响起，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就此画上了句点。你看，从这个丁未洪羊年开始，短短几年之间，一个延续了近300年的庞大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它的终局。而最让人感慨万千的是藏在这段历史里的一个细节，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丁未洪羊年，当时正在为推翻旧制度而四处奔走、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写下过一句满含苍凉的诗。他说：万象阴霾打不开，洪阳节运日相催。你看，孙中山先生自己就亲口用过洪阳节这3个字来形容他所身处的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就是我前面埋下的那条暗线。一位西方灵媒帕克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孙中山的理念之上，而孙中山本人又恰恰在一个洪阳年里留下了关于洪阳节的诗句。隔着100多年的时光，这2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在2027这个又一个洪阳年的门口悄然交汇。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看透的深层呼应？让我们把这条暗线再理得清楚一些。第一个预言的主角帕克，他反复强调，未来新中国的精神内核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二个预言推背图，他描绘了一位顺天应命、重整山河的圣人形象。而第三个预言赤马洪阳节，他最沉重的那一句注脚，恰恰出自孙中山本人在一个洪阳年里写下的诗句。你看，孙中山这个名字就这样若隐若现的同时出现在了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之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条反复浮现的暗线至少让这3个预言之间那种神秘的呼应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了。更巧的是，按照一些堪舆玄学的讲法，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正好走入了所谓的九运，而九运的当令之气恰恰也是离火，火上加火。于是不少玄学家认为2026到2027这2年的火气已经旺到了一个极点。他们由此推断，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地都更容易出现权力的更替、领导层的洗牌，以及各种大大小小冲突的爆发。甚至还有人特别提到，这2年都将出现罕见的日全食天象，认为这是上天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人间的某种大变局提前埋下伏笔。关于这个九运，我们不妨再多说2句。按照中国传统堪舆学里3元9运的讲法，每一个运会持续20年，而我们当下正身处的这个九运，大约从2024年开始，要一直延续到2043年。九运所对应的卦象正是代表火的离卦。在玄学家的眼中，离火所主的是光明，是文明，是思想，是科技，但与此同时，它也主分离，主革命，主剧烈的变动。他们相信，在这整整20年的离火运里，旧有的权威会不断受到挑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结构会逐渐松动，而与火相关的种种事物，比如人工智慧，比如各式各样的新兴科技，则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少玄学爱好者看来，2026与2027这2年的火气交叠，恰好落在了整个离火大运最为炽烈的开端。于是他们才会格外笃定地认为，这正是一个旧秩序加速瓦解、新格局悄然酝酿的关键时刻。好，3个预言我们都过了一遍，现在最关键的问题终于来了。为什么这3条线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2027，汇聚到了同一个关于中国可能走向联邦、走向分治的猜想之上？你想想看，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诡异了。一位生活在西方的灵媒，一部成书于上千年前的中国古籍，还有一套源自宋代的干支节数推算，这3者之间隔着遥远的时空，隔着迥异的文化，彼此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互相商量、互相抄袭，可他们却像是事先约好了一般，把手指头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当然，一个冷静的人会立刻提醒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甚至是一种我们自己在事后刻意拼凑出来的巧合。但即便如此，当这种巧合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那根弦还是会忍不住被轻轻拨动一下。它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地问上一句，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我们暂时还没能看懂的共同逻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搞联邦制，第一反应就是这太离谱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你真的愿意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你会吃惊地发现，联邦制这个念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甚至曾经距离成为现实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推翻帝制不久，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上军阀林立，一片乱局。就在这样一个破碎的时代里，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它的名字叫做联省自治。这场运动的核心想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让各个省份先实现自我治理，制定自己的省宪法，然后再由这些已经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式国家。他们心目中的样板正是美国和瑞士这样成熟的联邦制国家。这可不只是读书人的纸上谈兵。1920年，湖南省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率先宣布自治，并且在1922年正式颁布施行了湖南省宪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湖南开了这个头，立刻就引发了连锁反应。四川、贵州、浙江、云南一个接一个的起来响应，纷纷开始酝酿或者制定自己的省宪。而在这场运动里干得最有声有色，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广东。当时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粤人治粤。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广东不仅起草了自己的省宪法，更了不起的是还办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县长民选和县议员民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用自己手里的选票去选出管理自己家乡的官员。在陈炯明治理广东的那短短2-3年里，这片土地在教育、市政、实业、司法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相当亮眼的成绩，一度被视为全国瞩目的模范省。说到这里，故事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恰恰又和我们反复提到的2个名字紧紧相关。第一个名字是毛泽东。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曾经是联省自治最激进的鼓吹者之一。他当年甚至公开主张过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湖南共和国。他提出一种由省建国的理念，认为与其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大中国，不如干脆把它拆开，让各省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甚至设想过把当时的22个省加上3个特别区，总共划分成27个各自治理的地方。是的，你没有听错，主张把中国拆成27块的这个大胆想法，最早正是出自年轻时的毛泽东之口。第二个名字更加出人意料，是孙中山。按理说，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是追求进步的象征，他应该全力支持地方自治，支持联邦制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孙中山对联邦制抱持着相当深的警惕。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过一个意思，大意是说他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他同样极力认为，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条件之下，贸然推行联邦制会起到一种离心的破坏作用，最终只会把中国撕裂成许多互相猜忌、互相敌视的小国家。你看，这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讽刺的一个历史悖论。一边是后来建立了高度集权体制的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却在高喊着要把中国拆开；另一边是被尊为国父，象征着民主与进步的孙中山，却在拼命地警告联邦制潜藏的巨大危险。而陈炯明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广东自治实验，最终也正是在和孙中山的路线冲突当中走向了崩溃。联省自治这场运动喧闹了好几年之后，竟然奇异地落幕了。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反而又一次重新走向了统一。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给我们梳理这一段被很多人遗忘的往事？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统一与分治，集权与自治，这2股力量的反复拉扯，根本就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基因里。
它从来就不是某个外人强加进来的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已经争论了100多年的老问题。所以，当帕克、推背图以及赤马弘扬节不约而同地把未来中国指向一种多元并立的格局时，他们所触碰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内部一根一直都在的敏感而又古老的神经。那么，假如有一天，这种多元并立的格局真的成为了现实，它具体又会长成什么模样呢？我们不妨借几个现成的例子来想象一番。最经典的当然是美国那种联邦制，每一个州都拥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议会与政府，而联邦的层面则统一负责国防、外交与货币这些最核心的事务。瑞士走得更远，那是一个由20多个地位平等的州紧密联合而成的国家，好几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竟然能在同一面国旗之下和睦共处了数百年。再往大了看，今天的欧盟其实也是一种更为松散的邦联式尝试。许多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共用一个市场，甚至共用一种货币。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更近在眼前的参照，那就是香港与澳门所实行的一国两制。在同一个国家的大框架之下，允许某些地区保留下完全不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这件事本身，中国其实早就已经在做了。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骨感得多。一旦真的要走向联邦，无数棘手的难题会立刻接踵而至。那支庞大的军队该如何安排？究竟是统一掌控，还是分散到各地？货币与财政又该如何划分？富裕的沿海地区是否愿意继续去补贴相对落后的内陆？不同地区之间那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到底该如何弥平？还有那些盘根错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人彻夜难眠。所以你看，从一句轻飘飘的谶语，到一个真正能够运转起来的全新国家，这中间横亘着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遥远得多，也艰难得多。明白了联邦制这层深厚的历史渊源，香港以及上海和广东的命运，就有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坐标。我们先说香港，香港是一个太特别的存在了，它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传统，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崇高地位，有一套和内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有意思的是，在那些研究风水玄学的圈子里，关于这2年赤马弘扬节的讨论，香港人尤其上心。有玄学家认为，这套结束学说虽然主要应验在中原一带，但香港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如果未来的中国真的走向某种松散的联邦或者邦联结构，那么一个拥有如此鲜明个性的香港会在这个全新的格局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会不会重新找回某种更接近自己本来面貌的位置？这是预言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之所以会对香港的命运如此牵挂，是因为它实在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情感与记忆。100多年来，这座城市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之处，磨砺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它既保留着浓厚的岭南传统，又深受国际规则与契约精神的浸润。这种奇妙的混血特质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其他城市都难以复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人们谈论起未来中国的种种可能时，香港总是会被第一个提起。它就像是一个放在显微镜底下的特殊样本，它过去的轨迹，它此刻的处境，乃至它未来的走向，都牵动着无数人敏感的神经。它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融入那个尚未到来的全新格局，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所有人都在屏息凝视。再来说上海和广东，为什么这2个地方总是被人和转向西方这4个字联系在一起？这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扎实的历史和地理逻辑，绝不是凭空想象。先看上海，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骨子里就是一座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城市。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它曾经是整个远东最繁华、最摩登的国际大都会。有人把当年的上海称为东方的巴黎，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各国商贾在这里云集，那种开放洋派、见过大世面的城市气质，早就深深地融进了上海的血脉里。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迁，那份骨子里的国际化基因也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再看广东，广东就更不用多说了，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是当年陈炯明越人制越那场自制实验的舞台。广东毗邻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广府文化、岭南文化那种务实、灵活、敢闯敢拼的鲜明特质，和内陆地区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一代又一代的广东人漂洋过海，把根扎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与外部世界血脉相连的特性是刻在骨子里的。而如果说开埠与通商是上海和广东遥远的过去，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这份外向基因在当代最有力的证明。我们都还记得40多年前，当中国决定重新打开国门，拥抱整个世界的时候，他选中的第一批试验田正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其中尤其以深圳最为传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渔村一跃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紧接着，上海的浦东也接过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旗帜，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举成为整个东亚举足轻重的金融重镇。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中国想要与世界重新接轨，想要引进最新的资金、技术与观念的时候，最先被推到前台的几乎永远是这几个沿海的门户。这绝不是偶然，他们的地理位置，他们的历史记忆，他们深植于骨子里的那种开放与务实，让他们天然就成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前沿桥梁。所以你看，当预言提到上海和广东会转向西方的时候，他说的其实并不是凭空捏造的离奇剧情，而是在顺着一条早就客观存在的历史惯性往下做推演。这两块中国最富庶、最开放、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土地，本身就和全球市场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在一个假设的多元格局里，他们会倾向于更紧密地去拥抱世界，这在逻辑上其实并不难理解。讲到这里，整个画面似乎都严丝合缝、环环相扣了。3个预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几个性格鲜明的地区，仿佛全都对得上号。但是如果这期影片到此为止，那我就太不负责任了，因为一个真正值得我们信赖的讲述，必须要把硬币的另外一面也清清楚楚地翻给你看。第一个必须要说的是另一位同样享有盛誉的预言人物阿南德。很多人或许下意识地以为所有的预言家都在众口一词地唱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阿南德还专门站出来澄清过一些在网络上疯传的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说法。他明确地呼吁身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不要轻易去听信那些耸人听闻的不实资讯。换句话说，在预言这个领域的内部，本身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看到的是崩解，有人却在反过来劝大家保持冷静。这恰恰提醒了我们，没有任何一种预言是铁板钉钉、不容任何质疑的。第二个必须要说的是，历史本身曾经给过我们的沉重教训。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场联省自治运动吗？它的声势何等浩大，多少个省份起来响应，几乎就要把中国推到联邦制的门槛上了。可结果呢？它最终还是失败了，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的分裂出去，中国反而又一次重新凝聚成了一个整体。历史在这里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分裂的呼声再高，也未必就等于分裂的结局。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着一种极其强大的向心的重新聚合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预言在做推演的时候都绝对不能轻易忽视的。第三个必须要说的是现实的分量。我们不能光谈玄学和预言，而对眼前真实的世界视而不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2026年，虽然外界普遍观察到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承压、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一系列不小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它依然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依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今年，我们还看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看到了两岸之间种种微妙的互动与试探。一个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国家，它的真实走向绝不是某一句谶语、某一个结束就能够简单概括的。任何剧烈的变化都会牵动无数普通人的切身命运，
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轻飘飘谈论的小事。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层面，那些唱衰中国的声音其实已经回荡了很多很多年。早在几十年前，就不断有人预言，这个庞大的国家即将崩溃，即将分裂。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它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许多领域里持续地向前迈进。这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那种惊人的韧性以及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可是反过来说，我们同样也不能因此就盲目乐观，对那些真实存在的隐忧视而不见。一个社会的稳定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永恒不变的。当经济的增长开始放缓，当年轻一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当人口的结构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缓慢累积起来的张力会在多久之后，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释放出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大的转折往往并不是在人们最恐慌的时候到来，而恰恰是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切都将照旧延续下去的时候悄然降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一份既不夸大也不回避的清醒。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待2027这个被反复提起的关键年份？我想最诚实的答案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预知未来，这里面包括帕克，包括推背图的历代解读者，也包括所有研究赤马红阳节的玄学家。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都不在于它能不能精准地命中某一个具体的日期，而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集体情绪，某种期待，某种焦虑，以及某种对历史规律隐隐约约的感知。当三套毫不相干的预言系统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前彼此呼应的时候，与其急着去争论它们到底准不准，倒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它们究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如此密集地被人们重新翻找出来，传播开去。这背后是不是恰恰反映了当下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人人都隐约感到不安、感到变局将至的特殊节点之上？预言的流行往往不是因为它预测了未来，而是因为它精准地命中了当下人们的心情。那么当下人们的心情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环顾我们所身处的这个2026年，你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感的时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角力一刻也没有停歇。科技正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重新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许多人对于未来的经济，对于自己的前途，心里也都隐隐揣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弥漫于四周的集体情绪之下，那些关于大变局的古老预言才会忽然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击中人心，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真的洞悉了天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恰好为人们心中那一份模糊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以指认的对象。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未必是某一个特定的年份，而是那种脚下的大地仿佛正在悄悄移动的失重感。9分必合，9合必分，这是金圣叹留给我们的8个字。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有它自己的韵律。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就站在了一个可能会被后人反复书写的路口之上。2027年，无论它最终会不会真的如那些预言所说的那样惊天动地，它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多一分清醒的观察，多一分独立的思考，少一分人云亦云的盲从。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未来如此难以捉摸，那我们花时间去了解这些预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意义恰恰就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时根本不会去想的大问题。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真的会永远不变吗？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它的根基究竟有多么稳固？当我们开始认真地去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待眼前生活的眼光，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改变了。预言或许永远都不会100%的应验，但这种追问本身却能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时，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最真实也最有价值的收获。试想一下，
在短短一天之内，整个世界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所有航班全面停飞，天空中没有一架客机轰鸣，所有道路拥堵不堪，高速公路上汽车接二连三地撞成一团，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与混乱。医院的停尸房里塞满了猝不及防的遇难者，这可不是灾难电影的桥段，而是某天清晨我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变故仿佛在24小时之内突然降临，让全球同步瘫痪。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但如果这一刻真的到来，你准备好了吗？这并非耸人听闻科学的警告，历史的先例以及神秘的预言都在敲响着警钟。在这致命的一天里，我们熟悉的文明秩序会瞬间瓦解，飞机无法起飞，正在空中的航班被迫紧急降落，甚至失去联系，地面的列车和汽车全部停驶，一辆辆撞在一起，公路变成废铁牧场，电力系统大面积瘫痪，手机和网络彻底中断，城市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警报声此起彼伏，医院无法运转，救护车困在路上，人们惊恐地待在原地，与外界失去联系，只能从收音机断续的杂音中拼凑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这就是全球空域关闭、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的画面，仿佛末日降临的一天。一个日出之前还繁华喧嚣的文明世界，在日落时分竟变得死一般沉寂。如此极端的场景真的可能发生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可以在一天之内将地球变成一座失控的孤岛？为了找出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片段和科学的推演中抽丝剥茧，一步步逼近真相。事实上，人类并非没有体会过大范围交通停摆的滋味。历史上的几次事件，尽管规模不及全球，但也让部分地区的天空与道路瞬间安静，成为未来更大灾变的缩影。911恐袭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怖攻击。当天早晨接连发生的飞机劫持和撞楼惨剧震惊世界。为防范更多袭击，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下令全美领空关闭，所有民航班机紧急降落或返航，美国境内的航班全面停飞长达2天之久。原本繁忙的机场变成空荡荡的停机坪，广袤天空中看不见一架民航客机的身影，数万名旅客被迫滞留在陌生城市。人们这才意识到，只要命令一下，一夜之间航空交通可以完全静止。911事件后，美国人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现代空中交通网络可以如此脆弱。那短暂的几天仿佛让时间凝固，亦是人类首次在国家级范围内按下航空业的停止键。冰岛火山灰危机2010年4月，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猛烈喷发，滚滚火山灰随风飘散，短时间内覆盖了大半个欧洲的天空。火山灰云对飞机发动机具有极大危险，于是欧洲各国只得紧急关闭领空。短短几天内，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20多个国家的主要机场陆续停摆，超过10万架次航班被取消，数百万乘客形成泡汤，滞留在异乡机场。欧洲上空从未有过这般寂静，往日川流不息的繁忙航线，此刻空无一机，停机坪上的客机整齐排开，却没有任何一起飞的动静。这场火山灰造成的航空大停摆持续将近1周时间，航空业损失数十亿美元。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区区一座火山就能瘫痪整个欧洲的空中交通，那如果灾难再大一些，范围再广一些呢？新冠疫情封锁，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同样让全球交通体系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急刹车。随着病毒蔓延，各国纷纷限制旅行和边境出入，不到几周时间，国际航班锐减大半，知名航空公司停飞绝大多数航线，世界各地的机场陷入一片死寂，大批飞机长期停放在停机坪上蒙尘，繁忙的城市道路上也变得车稀人少，许多国家实施严格封锁令，公共交通几乎停顿。虽然疫情带来的交通瘫痪并非瞬间发生，而是逐渐蔓延，但仅用了1-2个月，人类就亲眼见证了现代交通网络如何如多米诺骨牌般整体崩垮。连锁反应之下，航班取消，港口关闭，地铁停开，计程车停运，仿佛人为按下了全球的暂停键。这次经历让我们明白，当危机足够严重时，
政府和社会会毫不犹豫地关停交通系统以求自保，而现代人引以为豪的流动性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中东战火蔓延，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初，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再次证明了空域关闭离我们并不遥远。2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导致波斯湾局势急速升温。短短几天内，伊朗、以色列、伊拉克等交战相关国家先后宣布领空禁飞，连带着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多国出于安全考量也紧急关闭领空。全球最繁忙的几座中东转运机场，如杜拜国际机场、卡塔尔哈马德机场等，被迫全面停航，数以千计的航班临时取消。在短短24小时内，原本川流不息的国际航线突然大乱，飞往中东的班机凌空折返，飞越该区域的远程航班不得不绕飞，导致欧洲、亚洲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大量旅客被滞留在机场，行程陷入瘫痪。有人拍下当时 Flight Radar 航班追踪地图的截图，中东上空一片空白，仿佛禁飞区烙印在地图上，而周围航线拥挤曲折，全球航空网不得不为这场战事拐弯绕路。所幸这次空域关闭主要局限在中东区域，但已让全球航空业头痛不已。可见一场区域战争尚且能让国际航班鸡飞狗跳，那如果爆发的是世界级冲突，甚至全球性危机，航空交通是不是也将全球范围陷入停摆呢？上述种种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交通瘫痪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现实中发生过的剧本。911的瞬间禁航，火山灰的1周封锁，疫情数月的停滞，中东战火的区域断航，这些前兆与缩影证明了现代文明的交通体系其实非常敏感。一旦遇到极端情况，我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网络可在几小时至几天内土崩瓦解。试想，如果有一天多种灾难同时发生，或者更大规模的危机突然降临，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空前绝后的交通大崩溃？接下来，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探讨，到底哪些灾变可能在24小时内把全球交通打回石器时代。要让整个世界在1天之内突然停转，需要一个足够剧烈且瞬时发生的事件。究竟是什么灾难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同时把飞机赶下天空，让车辆动弹不得，使无数生命霎时间逝去？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性，有些听上去像科幻，但并非没有根据。超级太阳风暴来自太空的电磁脉冲，一个看不见却毁灭性的杀手，可能来自9300万英里外的太阳。太阳表面的巨大能量爆发，如日冕物质抛射，会喷出高能带电粒子流，如果直击地球，将引发强烈的地磁风暴。历史记录中最有名的超强太阳风暴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当时太阳耀斑引发的电磁风暴让全球天空出现壮丽极光，甚至在低纬度的加勒比海都能看到极光，如同天空燃起赤红火焰。但伴随美景而来的是毁灭威胁，强大的地磁感应电流瞬间摧毁了19世纪的电报通信网，不仅多国电报线路中断，更夸张的是，电报机因过载而火花四射，甚至引燃了办公室的纸张。要知道，那时候人类社会几乎还没有现代电网和电子设备，没有飞机、汽车，我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今日。因此，卡灵顿事件在当年虽造成一些混乱，却谈不上世界末日。然而科学家一致警告，若同级别的超级太阳风暴今日再临，人类文明恐将面临空前打击。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日太阳黑子活动剧烈，突然一道特大号 X 级太阳闪焰在太阳表面炸裂，几分钟后，强烈的 X 射线和极紫外线抵达地球，高层大气造成电离层扰动，全球 GPS 导航和无线电通信立即大范围中断。接着约1天之后，更可怕的太空全击登场，日冕物质抛射形成的高速带电粒子云抵达地球，猛烈撞击地磁场，引发特级地磁风暴，强劲的磁暴感应电流疯狂涌入输电网络，烧毁无数变压器和电路。几乎同一时间，世界各地的电力系统像多米诺骨牌般纷纷跳电，美洲、欧洲、亚洲的大电网陆续崩溃，整个地球陷入大片停电之中，城市灯火骤灭，电梯戛然停摆，人们惊慌地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此时此刻，正在高空飞行的民航客机
也遭遇噩梦导航仪、无线电失灵，驾驶舱仪表疯狂闪烁警报，飞机如同失明的鸟群，无法与地面联系，彼此之间也失去引导。为测安全，全球航空当局只能发出全面停航令，让所有航班紧急就近降落。不少飞机冒着风险在陌生机场落地，一些飞行途中电子设备完全故障的客机甚至可能发生坠毁。短短数小时内，全球空域被清空，从来没有哪一天像现在这般，天上没有一架载客飞机。而在地面，情况同样凛冽，强磁暴带来的电流不仅攻陷电网，也让铁路信号、交通号志全部失灵。一辆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因停电紧急刹车，有的出轨相撞，城市里红绿灯集体黑掉，十字路口车辆乱作一团。现代汽车虽然不像古老电报般直接冒火花，却也饱受电磁脉冲干扰，尤其是高科技的新款车，可能会突然引擎熄火或电子控制失灵，导致高速公路上连环车祸。毫不夸张地说，一场超级太阳风暴足以让现代人所有仰赖电子与电力的交通工具瞬间停摆。就在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曾评估，如果再来一次卡林顿级太阳风暴，光美国境内就可能有 1.3 亿人遭遇停电，关键基础设施需要4到10年才能完全修复，全球经济损失或将超过2万亿美元，是2005年卡崔娜飓风损失的20倍。更不用提这期间因交通瘫痪和基础设施故障将会发生多少次生死攸关的灾难。试想在停电影响下，医院的生命维生系统停止运转，无数依赖仪器的病人生命垂危，消防系统失灵引发大火无人可及，核电站冷却系统断电造成泄漏险情。可以说，强烈太阳风暴就像上帝按下的一颗电磁脉冲炸弹，让人类一切现代科技统统哑火。如果我们毫无防备地迎来这一击，24小时内真的可能发生全球航空禁飞、交通瘫痪、死伤激增的局面。科学家早已严正警告，未来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地球再遭超强磁暴冲击绝非不可能。尤其我们正处于21世纪20年代中期，太阳正趋近活动高峰期，2025年前后将迎来一轮太阳活动极大期。一些太空天气专家提醒，最近几年太阳黑子数超出预期攀升，太阳活动变得格外活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年某一月，很可能一场不期而至的超级太阳风暴，让现代文明遭遇前所未见的大停电与交通大乱。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场来自太空的终极考验。全球核战与 EMP 攻击，另一个噩梦般的场景，是人类自己一手导致的全面核冲突或高空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 EMP 攻击。冷战时期的军事专家就曾推演过，一旦爆发核大战，各国首先会将核弹引爆在大气层边缘，以产生强力 EMP 瘫痪对方电子设备。在数百公里高空引爆的核弹，虽无直接暴风和辐射伤害地面人员，但产生的 EMP 波可在毫秒之间充斥广袤区域的电网和通信线路，其破坏效果甚至不亚于上文所述的太阳超级风暴。事实上，一枚适当当量的核弹在高空引爆就足以覆盖整个北美或欧洲大陆，瞬间让区域内所有未经防护的电子装置烧毁失灵。这意味着大范围永久性停电和通信中断会在一瞬间发生，飞机的导航和电子系统会因 EMP 而报废，导致高空飞行器坠毁，地面的车辆和火车也会像被施了定身咒，一切基于电子点火或电脑控制的引擎统统熄火。甚至当你转动汽车钥匙时，它已经因为电路板烧毁而毫无反应。更糟糕的是，核战还可能伴随直接的人员大量伤亡。假如数十枚核弹在世界各大城市引爆，24小时内伤亡人数将以百万、千万级增长，无数遇难者来不及安葬，停尸房爆满，乃至无法统计罹难者。同时，各国政府基于军事戒备会立刻关闭领空，所有民航机全部停飞，以避免被误击或卷入战场。城市中实行戒严令，坦克和装甲车开上街头，普通民众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许出门。回想二战末期广岛长期遭受核打击时的情景，那只是区区2颗原子弹，就让日本全境铁路停运，运输体系陷入瘫痪。而一场全球规模的核武冲突，
其毁灭性将上升无数倍。如今各大国核库存的威力足以毁灭地球几次，若真不幸引爆，人类建设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将在一天内倒退几百年。虽然全面核战是最不愿想象的末日场景，但在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并非毫无可能，任何擦枪走火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每当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时，我们都不得不担心人类会否亲手将自己送回没有飞机和电力的黑暗时代。小行星撞击与全球天灾，倘若不是人祸，那还可能有天灾瞬间打击全球交通吗？科学界常提到的一种末日级天灾是小行星撞地球。6600万年前，恐龙们就在毫无准备中迎来了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结果尘埃遮天蔽日，食物链崩溃，巨兽们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如此规模的绝灭级撞击非常罕见，但稍小一些的小行星撞击仍可能对我们高度连通的文明造成剧烈冲击。如果一颗几百米宽的近地小行星突然从雷达监测漏洞中冒出，在没有提前预警的情况下坠入大气层，会发生什么？假设它在高空爆炸或落入海洋，产生的电磁干扰和冲击波同样可能摧毁大量卫星和地面电网。事实上，有研究指出，陨石高速掠过大气层时会形成强电流，和 EMP 有类似效应。同时，冲击波犹如无差别的大地震，足以摇碎机场塔台，震毁公路桥梁。若是落海引发超级海啸，沿海港口城市将瞬间遭遇灭顶之灾，全球航运供应链中断，公路铁路也因基础设施被冲毁而无法运作。虽然这类灾难发生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就是灭顶之灾，别说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的结构解体。因此，各国才投入巨资研发太空望远镜，监测近地天体，生怕出现盲区杀手。如果有朝一日警报真的响起，一颗大型小行星将在24小时后撞击地球，那我们大概也只来得及做一件事：停下一切日常秩序，准备迎接末日。届时，全球航班会立刻全部停飞，让飞机待在地面以测安全，民众被要求就地避难，远离交通工具，政府彻底接管电力和运输调度。换言之，小行星来袭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终极刹车信号，我们只能祈祷觉悟这么一天。综上所述，无论是超级太阳风暴、核 EMP 攻击，还是小行星撞击，科学层面都指出了瞬间瘫痪全球的可能路径。上述灾变会导致同一结果：飞机停飞、车辆停驶、电网报废、通信中断，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次生灾难与大量伤亡。当然，这些都是极端情景，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就在2012年，美国航天总署 NASA 曾披露一个惊人消息：该年7月，一场规模堪比卡林顿事件的超级太阳风暴曾与地球擦肩而过。幸亏那次爆发发生在地球公转轨道的另一侧，否则我们现在很可能还在收拾满目疮痍的残局。当科学家频频发出警告，当种种极端情节在我们时代越来越可能上演，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如果末日24小时真的降临，人类将何去何从？然而，科学之外还有另一种警示的声音，那就是来自古老预言和现代灵媒的神秘信息。我们不妨再换个视角，看看许多流传的末世预言中是否隐约描绘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从圣经启示录到诺查丹马斯4行诗，从远古的玛雅预言到近代的班加加加、盲眼龙婆预言，历史上不乏对世界末日或巨大转折的预言。这些预言中有不少提到过大灾变和人类的浩劫时刻，尽管真伪难辨，他们往往提供了一种超出科学范畴的视角，或许冥冥之中有人在向世人示警。近年来，随着地球问题不断累积，气候、战争、瘟疫此起彼伏，种种末世论调再次流行起来。在众多声音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波尼 Bopony。 这位被称为圣经时钟专家的预言研究者，因多次发表惊人之语而广为人知。他结合圣经历史周期和现代事件走势，提出了一系列对未来的推测，其中就包括对我们探讨的这场全球灾变的紧急警告。波尼警告说，
一场如同全球加强版911的巨变即将到来，而且发生时可能毫无征兆，瞬息发生。他形容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事件，全地球80亿人都会同时见证神迹般的巨变。简单来说，波尼认为人类正逼近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你的人生将被分为之前和之后2个阶段，发生在这分水岭那一天的大事，将让世界彻底改观，再无回头路。这番话听上去近乎末日宣告，那么波尼口中的史诗级事件究竟是什么？他并未明确点出具体形式，但从他多次谈话中的线索可以拼凑一二。在2025年9月的一次节目中，波尼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做比喻，他说这次全球震动将比摩西过红海，比死亡天使降临埃及，比一夜歼灭18万亚述大军还要巨大。这些圣经典故可不简单。过红海是指上帝让以色列人在绝境中脱困的神迹，死亡天使降临则是出埃及记中第10灾，上帝派天使一夜之间击杀埃及所有长子，令法老屈服的事件。歼灭18万敌军出自列王记，讲的是上帝派天使一夜灭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18万大军，拯救了耶路撒冷城。伯尼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这场灾变，其规模和戏剧性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神迹与灾难。他甚至强调，这将是史上最大震动，全球性的超级911，没有人能错过它。换句话说，不管你身处何方，这件事发生时你都会感同身受，被深深震撼。这不正对应了我们开篇描绘的那种全世界同步停止的场景吗？波尼等于是在预言，一场来自神的干预将瞬间令全球现有秩序瓦解，大批邪恶势力被清算，人类将被迫集体觉醒。波尼的预言细节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他提到死亡天使已经降临人间，这让人联想到圣经中那位夜里飞过埃及夺走长子性命的天使。如果此番死亡天使再临，而且是全球出动，会发生什么？波尼直言，到时你将看到街上遍地是遗体。在他的描述中，似乎真有那么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突然倒下死亡，场景如同古埃及长子之死的灾难重演，只不过范围扩大到全世界。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些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如3日黑暗的末日预言。在天主教和民间预言圈中，所谓3日黑暗指的是未来某个时刻，全球将陷入持续3天的绝对黑暗，期间魔鬼和邪灵肆虐，人们若离开屋舍就会遭不测，只有点燃祝福过的蜡烛祈祷才能幸存。而3日过后，邪恶将被清除殆尽，光明再次降临世界。波尼的说法与这传说如出一辙，大量作恶之人将在短时间内被天谴淘汰，好人坏人将被区别对待。他甚至明确指出，这次将是上帝对世界的介入清算，要震动80亿人，唤醒世人远离邪恶。如同当年上帝降下灾难，迫使法老放走以色列人，如今他要让现代人从魔鬼编织的全球奴役体系中解放出来。波尼借用了启示录的名词，称我们当下处于神秘巴比伦崩塌的前夜，即全球邪恶统治系统行将瓦解，人类将迎来一次新的出埃及。那么这神秘巴比伦指的是什么？波尼和一些预言解读者认为，它象征当今盘根错节的全球权贵集团和腐败势力，包括那些把持着金融、政治大权的所谓全球主义精英。在波尼看来，这批作恶多端的权贵已到了最终审判的时刻，属于他们的大淘汰即将开始。他警告，那些与魔鬼勾结的全球精英，诸如几个世纪以来掌控财富的某些家族，这将是他们最黑暗的日子。他甚至指出，全世界与邪恶政权为伍的人也难逃此劫，其中还特别点名，所有参与或效忠中共集权体制的人，如果不赶快醒悟退出，也将被神的力量所淘汰。这听上去十分惊人，但对熟悉某些信仰团体如法轮功理念的人而言并不陌生。他们长期呼吁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所谓3退，以免日后陪共产邪灵一同灭亡。如今波尼的预言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站在邪恶一边的人将被打上兽的印记，而遭神清算；反之，正直善良、敬神信神的人将得到庇护，在劫后余生。有种说法是，末日来临时，
善者如同门楣上有羔羊血记号的以色列家，死亡天使会掠过不侵，而恶者将如埃及长子般被收割。波尼的话颇有这种意味。除了波尼，还有其他来自不同领域的预言也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谋而合。譬如有盲眼龙婆之称的保加利亚预言家巴巴万加巴巴万嘎，虽已于1996年去世，但他留下的许多预言近年来频频被拿出来对照。其中一项预言提到2025年世界某处一座沉睡的千年火山将突然爆发，震撼整个人类文明。万加更进一步警告，2025年将是人类灭绝的开端。他预言了4大灾难会在那年接连发生，包括全球多地强烈地震、特大洪水、超级火山喷发以及社会动荡。这讯息让不少人联想到美国黄石超级火山，一座沉睡数万年的巨兽，一旦苏醒喷发，其威力足以覆盖半个美国，影响全球气候，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级打击。巧合的是，波尼在预言中也提到火山爆发会是大戏开场的信号。他认为当某座活火山突如其来的喷发熔岩，就意味着神开始清理邪恶，如同熔岩烧尽污秽一样。倘若真的如万加和波尼所示，某个年份，也许就是2026年前后，突然一场跨越国界的巨变降临，剧烈天灾连连，人祸动乱不止，那我们描绘的24小时末日图景可能正是序幕。届时，各国会不会戒严断航？各大城市是否陷入黑暗混乱？一切都与我们今天的推演惊人的吻合。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波尼多次暗示这场全球巨变的时间窗口。他特别提到几个关键日期，9月22日至24日，并强调夏末秋初。在9月21日夏天结束之后，他建议人们赶紧拿笔记下这些日期，因为先知们反复强调这几天将发生无法逆转的大事。波尼甚至指出，好莱坞多部末日灾难片中都隐约出现了9月22到23日的彩蛋，例如电影《末日倒数》设定小行星在9月22日撞击地球，《神秘代码》中太阳耀斑毁灭地球的日子也是9月22到23日，还有深海末日出现9点22分的关键时刻，仿佛流行文化早已埋下，预示夏末9月的某几天，人类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天会改变一切，你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处在2026年，波尼最初锁定的2025年9月已过去，但种种迹象显示，那预言并没有失效，只是在酝酿。毕竟，就在2025年秋末，环球局势已风云变色，中东战火爆发，强震天灾频仍，太阳活动异常活跃，或许真正的大戏尚在叙事，随时可能揭幕。有观点认为，波尼提及的巨变也许是一连串事件的累积，并非精确锁死在某一天。正如他说的，很多事情将在1周内尘埃落定，标志着无法回头的时刻。也就是说，一旦开端出现，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我们所描述的世界停摆状态。而一旦走到那一步，人类社会将被推向怎样的新局面？波尼和许多末世预言都没有把话说死，反而给出了充满希望的远景。在他看来，这场史诗级震荡虽以混乱和清洗开始，但最终将迎来人类史上最辉煌的10年。邪恶势力倒台后，财富与权力将重新分配。他提到会出现规模巨大的财富转移，例如以白银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暴涨，全球腐败金融体系土崩瓦解，诚实善良的人反而受益。这与许多宗教预言契合，黑暗过后是黎明，新世界将重建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波尼甚至说2025年将是一切改变的起点，随后的10年会以你无法想象的辉煌方式展开。如果他的话成真，那么我们经历的这一场全球性暂停将不仅仅是灾难，更是旧秩序向新纪元过渡的必要阵痛。诚然，预言从来都有其模糊性，对未来的描述可能经过象征润色，不宜逐字解读。但当科学和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地指向大变局将临时，理性的我们或许该做好2手准备：一手握着科学知识的盾牌，一手拿着古老智慧的灯盏，才能在黑暗降临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假如明天真的迎来我们描绘的24小时全球停摆，
我们每个普通人该怎么办？也许有人会想，如此天崩地裂的灾难，个体的力量渺小如蚁，根本无能为力啊。的确，我们无法阻止太阳风暴爆发，无法单枪匹马阻挡核导弹，也预测不了神明究竟何时出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待悔。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总胜过临可绝井。我们能够也应该在主观上为可能的灾变做好准备，包括心理调试和物资储备两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关键原则，在灾难发生的一刻可以救命。正如波尼紧急警告的那样，当它发生时，不要开车，不要坐飞机，待在原地。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我们细细分析，不要开车，无论是电磁风暴还是戒严动荡，在大灾变降临时，开车上路绝不是明智之举。首先，如果是电力系统瘫痪或 EMP 事件，车辆极可能抛锚失控，你开着车很可能中途熄火，停在路上进退不得。更糟糕的是，在路上的你还可能被别的失控车辆撞上，发生严重车祸。即便没有电子故障，大灾难来临时，道路也往往拥堵混乱，人满为患。回想2022年乌克兰战争开打时，基辅城内逃难的人潮把道路塞得水泄不通，车辆几乎原地不动。又如大地震时，公路桥梁可能断裂，开车反而把自己困在危险地带，因此留在原地躲避二次伤害，比开车乱跑生还几率更高。不要坐飞机，如果灾变已经开始，千万不要再心存侥幸去赶什么航班了，一旦上了天，情况只会更危险。电磁干扰会让飞机迷航，极端天气会让飞机颠簸失控，战争时期民航机甚至可能被误击。历史教训非常惨痛，2014年乌克兰战争中就有马航客机被导弹击落的悲剧。在末日情境下，天空并不安全，更何况就算你侥幸搭上最后一班飞机，目的地机场多半也关闭了，你只会在空中耗尽燃油，还无处降落。所以当大灾难爆发，航空公司会第一时间停飞，与其焦急奔赴机场，不如冷静待在室内寻找其他自救办法。待在原地，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巨大灾变里，跑往往不是出路，反而可能自投罗网。所谓原地，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熟悉且有遮蔽的地方，通常是你的家中或就近的坚固建筑内。待在原地至少有几大好处：你有屋顶和墙壁的保护，不会暴露在外面可能的危险，如坠物、暴徒、毒气等。你身边有一定的生活物资储备，哪怕是家中厨房和饮水，也比在外流浪强。你熟悉环境，知道逃生路线和避难空间，比如室内最结实的承重墙边或地下室。如果预言中的3日黑暗降临，更是千万不能外出。传说中黑暗期间出门者将遭厄运。就算不迷信预言，现实角度讲，大灾变初期外界充满未知风险，你盲目前进还不如静观其变，等待消息。很多时候，秩序会在灾后逐步恢复，军方和政府会展开救援行动。如果你安全待在家，活下来的几率反而更高。试想，假如真出现街上遍地遗体的可怕场景，那些遗体多半属于灾时乱跑乱闯的人，而那些坚守原地并保持镇定的人，反而更可能平安撑到救援到来。除了行为准则，我们还可以在平时就做一些物资与技能准备，提高末日来临时的生存概率。首先，储备一定的紧急物资是明智的，在家中备一个应急生存包，里面包含3到7天所需的瓶装水、干粮、医药用品、手电筒、收音机、蜡烛、火柴等，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当电力中断时，手电和蜡烛可以照明；当自来水停供时，瓶装水就是你的生命线；当网络电话不通时，一台老式电池收音机也许能让你收到外界广播信息，了解事态发展。还有家庭应备的创可贴、消毒药水、常用药品，万一受伤或生病时能自行简单处理。备粮方面，选择那些不需加热烹调也能食用的食品，如压缩饼干、即食罐头、坚果、干粮等等。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准备家用应急电源或小型发电设备，以备短时间照明和给手机等设备充电使用。这些准备听上去像危言耸听，但经历过2022年乌克兰平民在断水断电下挣扎，
或是台湾地震时超市物资被抢购一空的人都明白，关键时刻唯有平时多准备，才能从容应对。其次，学习一些生存技能也相当重要，例如学会在没有 GPS 和网络时辨别方向的技巧，如观星变向、利用指北针地图等；学会基本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包扎止血，了解一些净水、取火的简易方法，以至于掌握徒手修理常见设备的窍门。这些技能平日里或许用不上，但一旦陷入极端情况，它们就是你渡过难关的法宝。想象一下，全球停电时，你懂得如何利用户外雨水和简单滤器取得干净饮水，那你就比毫无准备的人多了宝贵的生存筹码。又或者当附近人受伤时，你会急救，你不仅能帮助他人，说不定也为自己赢得了日后互助的伙伴。末日并不仅仅是孤岛求生，也可能是邻里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时刻。冷静、自律并富有智慧的应对，才能把绝境变成生路。最后，我们还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信念支撑。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灾变，恐惧和绝望在所难免，但是请记住，保持冷静的头脑往往是生存的关键。恐慌只会让情况更糟，你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当前处境，评估周围环境的危险与资源，迅速制定行动方案。在黑暗中，理智是你最可靠的光。许多灾难幸存者的经验都表明，有条不紊地采取步骤行动，哪怕每次只解决一小个问题，都能让你逐步脱离险境。此外，心中怀有希望和信念亦十分重要。如果你有宗教或精神信仰，不妨在困境中祈祷或默想，这会给你勇气与安定。就像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人门楣上涂了羔羊血记号，死亡天使便越门而过。又如中古欧洲黑死病肆虐时，不少人也是靠着信仰毅力熬了过去。信念未必能改变外在灾难，但能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崩溃，坚持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我们当然希望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剧情永远只停留在纸上和荧幕中，永远不会真实上演。或许最终波尼的预言只是一场虚惊，科学家担忧的超级风暴也一直不来，那无疑是全人类之福。哪怕被别人嘲笑白准备一场，也是值得庆幸的。然而居安思危乃未雨绸缪之道，在我们享受便利文明的同时，不妨偶尔想一想，如果明天一切归零，我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毕竟真到了灾变发生的时候，后悔没有提前准备就太迟了。